许多人一提到便秘，第一反应就是吃根香蕉吧，毕竟民间流传着香蕉润肠通便的说法。然而，香蕉真的能解决便秘吗？如果真那么有效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苦恼于蹲在厕所里，眉头紧锁，吃了好几根香蕉却不见起色呢？难道我们一直深信的这个通便老常识其实是错的吗？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，揭开真相，并找出便秘的头号克星。医生提醒，真正能通便的其实是另外6种食物。哪些食物才是当之无愧的肠道清道夫？当你怎么也拉不出时，不妨吃上一个，它们或许能让你立刻排出几公斤垃圾，久积在体内的宿便清光光，大肚腩也会慢慢消失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？那么让我们一探究竟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香蕉通便这件事可能只是个美丽的误会。日常生活中，多数人觉得香蕉纤维多，水分足，所以有润肠作用。便秘的人常常早上空腹吃香蕉，或者一口气连吃好几根，期待能畅通无阻。但现实往往很尴尬，有人吃了香蕉不但没解决问题，反而觉得肚子更胀，越吃越卡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在于香蕉并非传说中那样神奇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适得其反。医生指出，香蕉越生可能越加重便秘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熟透的香蕉其实含有大量鞣酸这种物质，会在肠胃中与食物中的蛋白质结合，形成一种不易消化吸收的沉淀物。未成熟的青香蕉涩涩的，就是因为鞣酸含量高，这种鞣酸会减缓肠道蠕动，让排便更加困难。如果你一次吃了好几根生香蕉，肠胃里的鞣酸蛋白只会越积越多，结果不仅不能通便，反而锁住了便便。怪不得有人吃香蕉后便秘更加严重。所以千万别再以为多吃香蕉就一定能顺利排便吃，不对，反而雪上加霜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熟透的香蕉总该有用了吧？是的，香蕉放熟了之后，鞣酸含量下降，口感变软变甜，对肠道刺激小一些。但即使是熟香蕉，它通便的效果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。一方面，香蕉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突出。营养科专家指出，每100克香蕉的纤维大约只有1到3克，这点纤维量对比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入的25到30克，实在是杯水车薪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吃10几根香蕉才能勉强达到1天所需的纤维量，这显然不现实。另一方面，香蕉所含的纤维以可溶性纤维为主，而真正促进肠道蠕动的是不可溶性膳食纤维。不可溶性纤维就像扫帚一样，可以增加粪便体积，刺激肠壁，而香蕉的主要纤维是可溶性的，偏偏在这方面效果较弱，所以光靠吃香蕉并不能有效解除顽固的便秘。很多人以为香蕉是通便之王，其实它可能只是个被神化的平庸选手。说到这里，你也许恍然大悟，难怪我认真吃香蕉却作用不大。其实医生早有提醒，香蕉润肠不是万能，改善便秘需要全面调整膳食。光吃香蕉而纤维总量不够，喝水不足，缺乏运动，便秘依然会缠着你不放。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通便食物，而不只是迷信某一种水果。那么，除了香蕉之外，有哪些天然食物对通便特别有一套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盘点6种被营养学家和医生们公认的通便高手，他们才是便秘的克星，很多甚至比香蕉强好几倍。更棒的是，他们大多平价常见，有的家家户户都不缺，赶紧来认识一下吧。第一种食物，硒镁。说起硒镁，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，其实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欧洲离子苷，也就是离子制成的酶苷。别看硒镁个头小小，干干的，通便本领可不一般，它被营养学界称为肠道的清道夫，甚至在欧美国家被列为可以写进医嘱的通便食品。为什么硒镁这么厉害呢？原来硒镁不但富含膳食纤维，更有一项秘密武器三梨糖醇。三梨糖醇是一种天然的糖醇类物质，人体难以完全消化吸收。当我们吃下硒镁后，三梨糖醇会直接进入结肠，在肠道里制造出一个高渗透压环境。简单来说，它会在肠道内揽住水分，不让水分被肠壁吸收回去，而是将更多水分留在粪便中。这样一来，
干硬的宿便就被浸润变软，体积变大，更容易滑动。同时，山梨糖醇还能刺激肠道益生菌发酵，产生气体，推动肠蠕动，双管齐下，难怪西梅的通便效果领先群雄。有科学家专门做过对比实验，把西梅和火龙果、香蕉等常见润肠水果进行比较，结果发现西梅的通便效果是最好的。也难怪，在国外一提到便秘，很多医生首先就会建议患者食用西梅或西梅干，特别是在老人当中，西梅干几乎是人手一罐的通便零食。不仅如此，西梅酸甜可口，还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健康小吃的选择。不过要提醒一句，西梅虽好，也不要一次吃过量，一般每天吃上5-6颗西梅干就足够产生明显效果。有医生坦言，吃6颗西梅干就相当于帮你清走了将近3斤宿便，许多长期积存在肠道的黑臭宿便被西梅一扫而光，人也会顿感轻松。一旦把陈年废物排出去，小肚子自然会瘦一圈呢。所以当你苦于排便困难，不妨试试西梅这个小妙招，它体积虽小，作用可不容小觑。第二种食物，奇异果。奇异果也叫猕猴桃，是大家熟悉的营养丰富水果。毛乎乎的外皮下是翠绿多汁的果肉，酸甜可口。而奇异果在通便方面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艳。你也许想不到，奇异果的膳食纤维含量远远超过香蕉。有数据显示，每100克绿色奇异果的膳食纤维可达3克左右。这虽然听起来不多，但已经是相同重量香蕉的2倍以上，甚至比苹果、橙子、菠萝等常见水果的纤维含量都更高。奇异果能帮助通便，主要得益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特殊的奇异酵素，其中的不溶性纤维如同肠道的刷子，增加粪便体积，软化粪便，使之容易排出，被誉为肠道的天然清洁工。而奇异果特有的蛋白酶，俗称奇异酵素，则能促进食物分解，提高消化效率，两相结合，对付因肠蠕动慢、食物残渣积滞而导致的便秘特别有效。事实上，美国胃肠病学杂志曾发表研究指出，每天食用奇异果可以明显改善慢性便秘。在研究中，受试者连续几周每天吃2颗奇异果，结果大便通畅度和规律性都有提升。除了通便，奇异果还富含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物质，对肠道健康有双重注意。因此，奇异果堪称是小小一颗，功能强大。如果你不喜欢吃西梅的味道，那么每天2颗奇异果也是很不错的选择，既美味又能保持肠道畅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少数人对奇异果可能会过敏，初次食用时应该留意有无口舌发麻、喉咙发痒等现象，如果有过敏迹象就暂停食用。另外，大部分人吃奇异果是安全的，只要适量食用就能从中受益。总之，奇异果绝对对得起通便高手这个称号，难怪有些排名把它列为纤维之王，认为奇异果才是水果中真正的通便冠军呢。第三种食物，火龙果。说到通便水果，又怎能少了火龙果呢？这种外表奇特、果肉鲜红或洁白夹着黑籽的水果，其实是仙人掌科植物的果实。火龙果被很多人奉为预防便秘的救星，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很高，而且水分充足。火龙果的纤维主要存在于那一粒粒黑色的小种子中，别小看这些籽，它们富含不溶性纤维，吃进肚子里几乎不被消化，会直接抵达大肠发挥作用，就像小刷子帮你刷洗肠道。同时，火龙果肉本身多汁甜润，含有大量水分和天然果胶，能滋润肠道，纤维加水分的组合，使得火龙果的通便效果非常明显。有趣的是，火龙果还有一个隐藏武器，它的黑色种子其实含有一些天然油脂，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，就像坚果中的油分能润肠一样。很多人都有体会，吃了火龙果，隔天排便特别顺畅，甚至大便颜色还会带点红紫。那正是因为火龙果帮助清除了宿便。由于火龙果温和不刺激，味道清甜，它特别适合肠胃较弱的人和老人食用，既不像香蕉那样容易越吃越堵，也不会像泻药那样猛烈刺激。
而是柔和的帮助排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火龙果分红肉和白肉两种。一般而言，红心的火龙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，抗氧化物更多，所以通便和营养效果都更佳。但无论红心还是白心，都有不错的润肠作用。把火龙果作为日常水果，多吃也不用担心热量，它糖分适中，热量并不高。在众多水果中，火龙果可以说是低调又实用的通便能手，堪称便秘者的福音。第4种食物，苹果。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这句俗语很多人都听过。苹果虽然平平无奇，但它对肠道健康的益处可不少。作为世界上最常见的水果之一，苹果其实是润肠通便的好帮手。首先，苹果中含有相当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尤其是靠近苹果皮的部分。不少人吃苹果习惯削皮，其实苹果皮里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含量很高，只要清洗干净，连皮带肉一起吃，营养价值更高。苹果所含的纤维中，不溶性纤维能增加粪便体积，而可溶性纤维，特别是果胶，则能吸水变成凝胶状，在肠道中软化粪便。果胶还是益生菌的食物，有助于改善肠道菌群。这样看来，苹果其实同时提供了增大体积和软化、润滑两方面的通便作用。难怪有人说，苹果是肠道最佳朋友，经常吃苹果能让大便通畅，远离便秘困扰。除了生吃，其实苹果煮熟后也别有一番功效。也许你会疑惑，苹果煮熟了纤维不是软烂了吗？但正是这点让它成了天然的开塞露。有营养专家推荐一个小妙招，将苹果连皮切块蒸10到15分钟，蒸熟的苹果块趁温热吃下肚，经过加热后，苹果皮中的果胶大量释放，变成润滑肠道的天然凝胶。实验表明，蒸熟的苹果通便效果比生吃提升数倍，早晚各吃半个蒸苹果，对付顽固便秘特别管用。如果蒸的过程中出了苹果水，千万别倒掉，加点蜂蜜喝下去也是润肠的好饮品。这个方法对于肠胃虚弱、怕生冷水果的人来说非常友好。苹果本身性质平和，不寒不热，任何体质都适合，而蒸熟后更容易消化吸收，连小孩和老人都能安心食用。所以，如果你或者家人饱受便秘困扰，不妨试试蒸苹果这个小偏方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。当然，平日里保持吃苹果的习惯，多摄入它的纤维和果胶，对维持肠道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。顺带一提，和苹果类似的梨子也是通便佳果。梨含有丰富的水分和纤维，也富含前面提到的山梨糖醇。尤其是某些香梨品种，每100克就有6克以上的纤维，非常了得。因此，便秘的人吃梨很有帮助。梨有润肠通便、清热解燥的作用。民间常用炖梨治疗肺热咳嗽，其实对肠道干燥也有效果。生吃梨汁多爽脆，可以促进排便。将梨熬水或炖汤，对肠胃虚弱、大便干结的人也有改善作用。所以在我们的水果通便清单中，苹果和梨可以并列为一组平民英雄，便宜易得，每天吃1-2个就能润肠通便，益胃生津，难怪医生们也常常赞不绝口。第5种食物，燕麦。聊完水果，我们再来看看主食界的通便明星。很多人或许不知道，粗粮杂粮对预防便秘极其重要，其中又以燕麦最为出众，堪称膳食纤维的隐藏冠军。燕麦富含水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，特别是它外层的麸皮部分，纤维含量惊人。每天早晨来一碗燕麦粥，等于给肠道加了一把扫帚，能扫除积存废物。有研究指出，每日摄入适量燕麦，可以显著增加排便次数和粪便重量，改善排便困难。难怪很多营养专家都建议把精致米面替换一部分为燕麦等粗粮，以对抗便秘。燕麦的吃法很多，最简单的是燕麦粥或燕麦片泡牛奶。在早餐加入燕麦不仅通便，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和降血脂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如果觉得单独吃燕麦寡淡，可以和小米等一起煮成杂粮粥，或者拌几粒葡萄干增加风味。不过要注意不要加太多糖，保持低糖更健康。燕麦之所以特别，还在于其中的水溶性纤维，如贝塔、葡聚糖遇水后形成凝胶，
柔和地刺激肠道蠕动，而不会像某些泻药那样让人腹绞痛。因此，燕麦调理肠道属于温和持久型，适合长期作为饮食的一部分。除了燕麦，本章节也要为其他粗杂粮点个赞，比如全麦面包、玉米、红薯、荞麦、糙米等。这些粗粮的纤维含量普遍高于精白米面，有的甚至是蔬果的几倍。经常把它们融入三餐，能大大提高纤维摄入量，让肠道保持通畅。不妨试试红薯燕麦粥，把红薯切丁和燕麦一起煮，口感香甜，通便效果翻倍。红薯也是有名的通便薯呢。总之，记得让燕麦这样的粗粮当回主角，您的肠道一定会感激不尽。第6种食物，白萝卜。说起蔬菜，其实绿叶菜和根茎类都是预防便秘的好帮手。我们特别要介绍的是被称为便秘克星的一种平民蔬菜白萝卜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白萝卜不仅有助消化、顺气化痰，在通便方面更是功劳不小。白萝卜富含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尤其是生萝卜纤维脆嫩，进入肠道后能增加粪便体积，刺激肠壁，有效促进排便。此外，白萝卜含有芥子油和消化酶等成分，可以帮助肠胃蠕动和食物分解。很多人吃过萝卜都有感觉，容易肠鸣放屁，其实这就是萝卜在帮助排气通便的表现。中医也认为萝卜性凉，味辛，入肺胃经，具有润肠通便和清热除积的作用，对于热结、便秘、大便干结、口干口臭特别适合。那么白萝卜怎样吃通便效果最好呢？其实生吃效果是最强的。比如新鲜的白萝卜洗净去皮，切成细丝凉拌或榨成萝卜汁，每日来小半碗，能明显感到排便顺畅。但生萝卜味道稍辣为辛，不少人接受不了太辣的口感。这里教大家一招白萝卜蜂蜜水。具体做法是将白萝卜切碎榨汁，取1小杯生萝卜汁，加入适量温开水和1-2勺蜂蜜调匀。蜂蜜的甜味能中和萝卜的辣辛，还能增加润肠效果。早上空腹喝上一杯这样的萝卜蜂蜜水，不出几个小时，你或许就有便意临门的惊喜了。很多老中医推荐这个偏方给顽固性便秘患者，用起来简单又经济。除了生吃，熟吃萝卜也有帮助，只是效果稍逊。冬天煮萝卜汤、萝卜炖肉，不仅美味，也能借纤维之力促进排便。有人戏称白萝卜是天然开塞露，还真不是夸张。甚至有医生提醒，便秘别老吃香蕉了，白萝卜这样吃，通便效果是香蕉的10倍之多。可见在通便这件事上，白萝卜绝对是碾压香蕉的存在。不管你是否喜欢它的味道，都值得给它一个上餐桌的机会，说不定就此告别了恼人的便秘困扰。以上介绍的6种食物，就是公认的通便6君子，它们各有绝活。西梅有糖醇利气，奇异果纤维满满，火龙果水润清热，苹果梨子温和养人，燕麦粗中带细调理肠道，白萝卜平凡却威力惊人。它们有的富含纤维，有的富含润肠成分，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赶走便秘。当然，除了这6味王牌之外，还有不少食物对肠道有益，例如坚果含种子，也是不容忽视的通便助手。杏仁、核桃、花生、亚麻籽等富含油脂含纤维，适量食用可以润滑肠道，特别是黑芝麻和核桃打成的糊，每天1小碗能滋阴润燥，对付老年人阴虚便秘很有效。再如黑木耳这种食用菌，它的可溶性纤维含量惊人，泡发后体积膨胀，进入肠道如海绵般吸水，能增加粪便体积，刺激排便。每周吃上2-3次凉拌木耳或木耳汤，也能明显改善肠道环境。还有菠菜、芹菜、地瓜叶等绿叶蔬菜，富含纤维和镁离子，能软化粪便，加速肠蠕动，是餐桌上不可忽视的通便菜。可以说，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了一整套肠道清洁工队伍，就看我们能否善加利用。当然，要彻底战胜便秘，光靠食物还不够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是关键。首先，一定要多喝水，充足的水分是纤维发挥作用的前提。如果不喝够水，再多的纤维也可能让粪便干燥难排。
一般建议成人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水，分多次小口饮用，才能更好被身体利用。早上起床后，先空腹喝一大杯温开水或淡蜂蜜水。很多人发现这个习惯能唤醒肠道，为当天的排便做好准备。其次，适度运动必不可少。久坐不动是便秘的大敌，因为缺乏活动会让肠道蠕动变慢。每天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，或者做腹部按摩、瑜伽扭转等运动，都能促进肠道的血液循环和肌肉活动。有条件的话，培养定时如厕的习惯也很重要。比如每天早餐后试着去趟洗手间，久而久之让肠道形成生理时钟，看到时间就想上厕所。另外，要尽量放松心情，减轻压力。精神紧张会影响肠道神经功能，导致肠躁症一样的便秘或腹泻交替。所以学会减压，保证睡眠，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慎用泻药和通便茶。很多人求急效会依赖刺激性的泻药或各种草本通便茶，但长期下去可能让肠道变得更懒惰，产生依赖性。当然，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把药物当成日常解决方案。真正健康的方式还是通过饮食调理加良好习惯来改善便秘，这样肠道功能才能恢复正常运作。如果你已经采取上述措施一段时间，便秘仍未缓解，或者出现了排便习惯改变、便中带血等情况，那就要及时就医，排除器质性疾病的可能。毕竟，长期严重便秘有时隐藏着大的健康问题，不能一味自己扛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香蕉通便的误区，并找出了真正能通便的6种食物。总结一下，要击败便秘这个难缠的对手，光靠传言中的香蕉不够，我们需要借助膳食纤维和天然清道夫们的力量，西梅、奇异果、火龙果、苹果、燕麦和白萝卜，外加充足的水分和适当的运动，这就是对抗便秘的终极武器组合。它们安全又有效，长期坚持，你会发现排便变得规律而轻松，再也不用在卫生间里苦思冥想，满头大汗了。想象一下，当宿便排空后，你的腹部没有了胀胀的负担，腰围明显变细，整个人也神清气爽，皮肤气色都变好了。这可不是神话，而是许多改善便秘者的真实写照。所以，与其寄希望于1-2根香蕉，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，从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，让我们告别如厕困难的尴尬，迎接一生轻松的自在人生。记住，肠道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，善待你的肠道，它也会给你源源不断的活力。今天开始，就把我们介绍的这些天然通便食物安排进菜单吧。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一定会惊喜的发现，便秘跑了，大肚腩没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。祝愿大家都能远离便秘烦恼，健健康康，轻轻松松每一天。